好，我是雨雨说，最近赏天灾重创了我们的家园花莲，但也让台湾开始出现了一群热心的超人。他们自动自发背着背包，穿着雨鞋，手拿铲子和锅具，从各地搭着火车前往花莲光复救灾。他们称他们为铲子超人。我跟你讲，来花莲真的是很简单，这全部都是泥巴，又不用买门票。我们去火车站买一张直接直达光复的火车票。来这边找一户喜欢有很多泥巴的地方玩泥巴，晚上7、8点再买一张火车票，然后再坐回去家里，然后就洗澡睡觉，就是这么简单。而台湾的超人现象也立刻引起日本与韩国的媒体注意。这故事很有趣，一开始外国媒体派记者亲自到花莲采访，准备报道灾情的震撼画面时，他们发现真正撼动的是那些从四面八方涌来，自备铲子和雨鞋，默默投入重建的身影。很快的，这些自发救灾的画面透过网络迅速发酵。韩国媒体先是特别报道了台湾这种互相帮助的公民精神，令他们非常惊讶。有韩国网友留言，他们明明可以舒服的在家休息，却愿意搭上火车，从远方到灾区做志工。台湾人的公民意识真的太令人敬佩了。花莲光复乡救灾总动员，来自台湾各地的铲子超人在教师节连假期间涌入，不眠不休协助灾民清除大量淤泥。而这股自发性的救灾行动也感动南韩网友。台湾人去台风灾情严重的花莲做志工的故事也被介绍，让很多韩国人感到惊讶。周末应该想要舒服的休息，却从远方搭火车到变成泥泞的地方做志工，台湾人的公民意识真令人惊叹。后来连日本学者小笠原欣幸也赞叹，这种自发性的救援正是台湾最宝贵的特质。他提到，虽然灾后中央政府与花莲县政府之间的互相指责，但这些纷扰丝毫没有影响民间互助的热情。无论是亲赴现场的志工，还是后方默默捐款的善心人士，都让他们见证了台湾社会惊人的凝聚力与行动力。最夸张的是，有网友拍到日本名古屋车站外，竟然出现了一群拿着布条，上面写着为台湾花莲淹水募款的人。看到这个新闻时，我真的超级震惊的。日本名古屋车站的门口，一群热心的日本民众举着用中文写上"身在日本，心在花莲"的旗帜，为光复乡灾区募款。今も多くの被災者が苦しんでいます。皆さんに該当の募金のご協力お願いをしています。よろしくご協力ください。よろしくお願いいたします。后来画面曝光后，立刻感动了所有台湾人，许多网友纷纷表示谢谢日本一直惦记着台湾人。但很好笑的是，也有大量网友提醒热心的日本朋友不要捐款给花莲县政府，避免善款无法确实送到灾民手中。随着越来越多人主动去花莲救灾，网络上就有许多人分享花莲的现况。就有网友看到现场有年届90岁却依旧奋力铲土的阿公，只能说这位阿公真的太令人敬佩了。他们在 Trees 上分享，救灾的人宁愿多走半小时的路，随便进去一间不知道谁的家里，合力在1天内将满屋的泥巴清除。20人挖一间，1天就挖完，水继续流，他们继续铲，铲不完还是要铲。还有很多救灾的人拍下布满灰尘的车窗上被写下"光复加油"，就是这简单4个字，却是此时最温暖的力量。振奋善意不止在灾区流转，台湾人的自发行动与团结，也感动了许多身在台湾的外国朋友，并开始到花莲帮忙。像是有人看到大量的印尼与越南超人，利用他们的休假日前往支援，将灌进家家户户的泥水用接力方式一铲一铲引到屋外。画面中自发前往花莲光复乡协助救灾的男士们，有人将斗笠悬在后颈，有人头戴越式绿头盔。他们来自越南还有印尼，还帮整个队伍取了一个名字，叫做黑皮志工队。就是休假就刚好带他们来一起来救灾这样。不单使用铲子，到场救灾的移工甚至操作营造厂提供的小型推土机，帮忙清除淤泥。牺牲星期天休假，移工接受公益团体号召，挺身而出整理灾区。还有网友看到花莲现场有许多来自不同国家的外国人前来帮忙救灾，非常暖心。甚至连嘟嘟妹伊恩和啦啦队女神李多惠也亲赴现场帮忙。看到来自不同国家的外国人主动为台湾救灾尽一份心力，我看了也是感动到哭。灾民就是老人，然后来救灾的人反而就是年轻人。所以我就是很蛮感动的。慈济大学的外国留学生从新闻上得知这边灾情严重，也挺身跟着志工团一同前来救灾。他
他们有人来自非洲的莫桑比克，也有人来自印度，总共15人一起来帮忙。因为听说那个水灾是在这很严重，很严重，大家都把力量合起来。还有这一名韩国欧巴，在台湾创业的韩国人，来到灾区帮忙，还拍下影片，因为他想号召大家一起过来清理。大家请来到光复来多多帮忙，谢谢。而随着产子超人从花莲回去后，就有许多人表示感到发烧、感冒、喉咙痛等相关症状，还有人表示得了横纹肌溶解症，目前在加护病房急救中。有不少人回家后都报病号，疾管署就表示，因为目前在现场才刚经过风灾肆虐，再加上当地可能又有疫情传播，呼吁大家如果有要到当地协助灾民的志工们，应该要做好相关的保护措施，包含装备保护、饮食保护以及清洁保护。如果你也想去现场，防护措施一定要做好。灾区到处都是钉子与玻璃碎片，新闻报道已经有超过500人被刺伤，有些人的脚连同雨鞋都被刺穿。建议大家可以去买有钢板的防刺穿鞋垫，保护好自己，才能帮助更多人。这次台湾的产子超人，从一把把自发带来的铲子，到跨越不同国籍的元首，从国内的互助到国外的声援与反响，让我们看见灾难固然带来创伤，却也彰显了人性的光辉。这就是台湾的故事，在瓦砾堆中，我们看见最坚韧的团结，而振奋力量提醒着我们，每个平凡的你我，都能成为彼此的超人。好啦，今天的影片就到这里，谢谢大家的收看。喜欢这部影片的话，请帮我大大的按个赞，然后订阅和支持我们的频道。每周我都会更新2部影片。我是雨雨，下次影片见喽，拜拜。等等，先别急着走，最后还是要分享一下我们台湾的花莲王被呼喊大力点的有趣事件。来，那个帮我们挖一下。真的，你挖。退下退。委员想看你挖。委员，我们大力一点。